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第一个建立起国家的边疆民族。匈奴从公元前3世纪出现于历史舞台起，到公元5世纪消失，前后经历了700年。匈奴兴起于今内蒙古阴山山路。匈奴是一个由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当时分布在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色棱格河流域以南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后来的匈奴政权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及其他一些小国建立起来的。约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统治结构逐渐形成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现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出动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弓箭手10万，与匈奴会战，大破匈奴10余万骑。从此，匈奴10余年不敢南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匈奴视为大患。这个时候，匈奴的首领是头曼单于，王庭所在地在头曼城现巴彦淖尔市境内。头曼单于以前的世系，史书上没有记载，实际说他是第1代匈奴单于。头曼一词在突厥语中意为万，当时匈奴只是北方政权之一，匈奴的东边还有东胡，西边有月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匈奴被赶出了河套地区。同时，秦始皇还征调了近100万劳动力，在原先秦国、赵国、燕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万里长城。秦始皇北击匈奴，加速了匈奴的崛起。匈奴内部矛盾在秦朝压力下激化，反而产生了一代雄主，那就是头曼单于的长子默读单于。头曼最先立长子默读为继承人，后来头曼的宠妃为他生下了小儿子。小儿子出生后，头曼就想废掉默读，立小儿子为继承人，于是头曼送茂盾到月支国当质子，然后攻打月支，希望月支把默读杀掉。结果默读历经艰险回到匈奴，并受到部民的敬佩，头曼不敢犯众怒，只好拨了1万骑兵归默读统领。默读有了自己的部署，就开始谋划争夺王位。他明白部下不一定会听自己的命令，杀害头曼。为此，默读想了一个计策，他研制出了一种有哨音的箭，叫做鸣笛。起初，默读将鸣笛箭射自己的马，有的士兵因为不跟着射击而被处死。后来，默读又以鸣笛箭射向自己的爱妻，有些部下不敢射箭，默读就把这些人斩首。不久，默读参加狩猎，用鸣笛箭射向了父亲。随后，默读又诛杀后母及一母弟，尽杀一己之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默读单于上位后，开始了率部统一漠北地区的进程。自此，匈奴占有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于葱岭的广大地区，建立起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默读将疆域分为左中右3部，分别由单于和左右贤王统领。同时，他还设立了24场制度，将匈奴划分为24个大部落，每个部落再分为若干小部落，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的统治体系。与此同时，汉朝也建立起来，形成2强共存局面。公元前200年，刘邦部下韩王信在大同叛乱，并勾结匈奴进攻中原。刘邦御驾亲征，带领32万大军进攻匈奴。默读记住了先辈惨痛的教训，学会了李牧的兵法，先假装失败，然后指挥40万匈奴大军在白登山设下埋伏，将贸然进攻的刘邦兵马围困在平城7天7夜。刘邦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幸亏陈平用计，重金行贿，默读宠妃胭脂，经多方周旋，才使刘邦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自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了匈奴人的强大，因此他听取了刘敬的提议，采用美人计的手段来笼络匈奴，这就是和亲。当时西汉的君主通常会将皇室宗亲女子或者宫廷侍女冠以公主名号，远嫁给匈奴国王。此外，西汉还会每年向匈奴供奉钱财。匈奴在获得供奉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对汉朝的侵扰，甚至还以此向汉朝要挟更多的财物。
刘邦死后，默读给刘邦妻子吕后写信，说我也孤独，你也寂寞，你就嫁给我算了。吕后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准备杀掉匈奴使者，发兵征讨匈奴。经大臣们反复劝阻，吕后回信说自己年老色衰了，送去金银财宝和宗室公主，让单于慢慢享用。默读单于之后，即位的是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时期，匈奴攻伐大月支，杀了月支王，征服了西域。月支王的头颅被匈奴单于做成酒杯，月支民族被迫南逃，结果在南亚开创了贵霜帝国。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离世，君臣单于继位。经历几代休养生息，汉朝积累了财富。公元前133年，武帝听从大臣王辉建议，诱引匈奴进攻马邑。马邑之围的计划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核心政策。在和匈奴交战的过程中，汉武帝把天时用到了极致。虽然汉武帝在战场上只杀了10万匈奴人，可在天灾面前，匈奴人的损伤就不计其数了。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伊稚斜死后，匈奴避居漠北休养生息，而汉朝因人力马匹损失很大，开始在战国时期赵国、秦国修建的阴山长城基础上修建汉长城。汉朝失去了前期对匈奴压制性的优势，汉匈关系再次回到了汉武帝发起汉匈之战前的原点。汉武帝不再发动对匈奴的主动攻击，匈奴得以重新掌控漠北。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因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单与新任单于屠其堂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投降汉朝后，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这使匈奴实力大减。匈奴因战争、天灾、领土及人口的减小，处境日益困窘，内部纷争开始激化。须驴全渠单于死后，他的妻子专渠焉支立右贤王屠其堂为新任单于。屠其堂上任后，杀尽前单于所用旧人，重用自己的子弟，以致发生内讧。屠其堂死后，匈奴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战。最严重时，匈奴出现了5位单于并立的局面。经过厮杀，最后只剩下呼韩邪丹于和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曾击败大渊、乌孙等国，强迫四方各族进贡，威震西域。呼韩邪单于不敌郅支单于，不得不寻求汉王朝的庇护。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汉宣帝时期就已经向汉朝称臣，成了汉朝的属国。呼韩邪单于曾3次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在他第3次入京朝贡时，也就是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说愿意做汉朝的女婿。汉元帝于是将宫女王昭君赐给了他。呼韩邪封王昭君为宁胡焉支。公元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魏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呼韩邪死后，其后裔遵从他的遗嘱，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达30多年。到王莽取代西汉后，为了削弱匈奴的实力，王莽将匈奴分为15部分，分别任命了15个单于，并且降低了单于的待遇。这激起了匈奴的愤慨，再度脱离华夏王朝的控制，并趁中原战乱重新占据了西域。大约在46年左右，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匈奴统治阶级因争权夺利，再次发生分裂。48年，匈奴8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仆奴单于分庭抗礼。后来日逐王比律部4万多人南下赴汉称臣，他们被称为南匈奴，安置在汉朝的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留居漠北的北匈奴连年遭受严重天灾，又受到汉朝、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攻击，退居漠北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为削弱，多次遣使向东汉请求和亲。北匈奴从65年至72年不断袭扰劫掠东汉渔阳至河西走廊北部边塞地区。公元89年，东汉外戚窦宪因在朝廷内滥杀无辜，为了将功补过，主动提出攻打匈奴。这时后北匈奴正遭受严重的蝗虫灾害，牲畜饿死，人口锐减，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窦宪率领汉军与南匈奴、乌桓、鲜卑等联军共同出击，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俘获牲畜100余万头，20多万匈奴人投降汉朝。窦宪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命令随军的班固撰写铭文，刻在燕然山上，
这就是著名的燕然勒石。在此之后，窦宪又2次出击，迫使北匈奴单于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北匈奴民众仍然留在北方草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匈奴渐渐与南匈奴一起融入黄河流域的汉族，成为北方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北匈奴西迁后，鲜卑开始在北方草原崛起，占据西域的北匈奴残部不久后就融入鲜卑之中。公元177年，汉与南匈奴合攻鲜卑，遭遇惨败，只有几千人返回。从此，鲜卑坐稳草原霸主地位，成为继匈奴之后第2个称霸草原的民族。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羌渠单于死于非命。羌渠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左贤王于夫罗获得王位，而参与谋杀羌渠的人惧怕遭到报复，于是另立一位单于。于夫罗因实力有限，无奈只得前往汉朝请求援助。当时正值汉末大乱，于夫罗留在了汉朝。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了汉朝权臣曹操。216年，曹操居留了呼出权单于，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并将南匈奴分成5部，安置在平阳郡。此外，曹操还选派汉官对匈奴各部进行监管。至此，匈奴王朝宣告终结。在治理匈奴的过程中，曹操促成了一件文化佳话，就是文姬归汉。曹操不但消灭了匈奴割据，还解决了氐、羌、乌桓等威胁北部边境的部族。曹操实行分化与监管，这加速了民族同化，但也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在五胡乱华时期，第一个登场的就是匈奴人刘渊。西晋时期，匈奴族的5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刘渊趁西晋八王之乱的混乱时期，认蜀汉末代君主刘禅为祖宗，立志要光复汉朝。他在滨州离石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刘渊建立的汉国发生内乱，刘渊的堂侄刘耀称帝，改国号为赵，故而匈奴刘氏建立的这个政权被称为汉赵。汉赵政权虽然灭掉了西晋，却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过，汉赵并非匈奴人的绝响。其实，为西迁的匈奴人并非全迁入了内地，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北方草原，有一部分跟鲜卑人通婚，成为铁服人。公元407年，刘渊的同族人赫连勃勃自称大单于，建立胡夏政权，定都统半城。赫连勃勃认为自己是夏启的后人，不该随母族姓刘，就取徽赫与天连之意，改姓赫连。公元431年，胡夏政权作为16国中最后一个被北魏歼灭。如今，只有位于陕西榆林的统万城遗址，见证着匈奴曾经的荣光。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时代，成为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场演出。魏晋南北朝时及以后的杂胡，是不断分解的匈奴族与其他各族融合的结果。这些所谓匈奴别部或匈奴别种的杂胡，魏晋以后却逐渐在史籍上消失了，他们和汉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尽管游牧民族有作战的机动性，常在军事上显示出明显的骑射优势，但当他们一旦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便在自身的农耕化过程中消失，最终成为农耕民族的一部分。关于匈人与匈奴的关系，以及现代匈牙利人是否是匈奴后裔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得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他的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写入罗马帝国衰亡史后，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拜占庭的东方诸省，期间有200多年的年代学上的断裂。为弥补这种断裂，西方一些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学者所否定，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欧亚学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